一般啊，常常会只是这样环抱一下，对，没错。那你在出力的时候，我们也费力啊。那长辈的肩膀也会被我们拉扯。对，我们要扶持上半身哈。有一个方法就叫做四手交扣，等于说把他2只手都包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让长辈的脚啊尽量好弯起来啊。那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往上提呀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要往前推。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，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问凯云就知道。这一集非常非常重要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也就是跌倒。可能是家中的长辈跌倒，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就跟 DOA 赶快冲回家里面去。而且其实，在国人10大死因当中，意外事故大约是占第10名。那么在意外事故当中呢，造成死亡的第2名就是跌倒，因为跌倒对老人家的伤害太大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又请到了新北市辅具中心的杨中医主任，要教大家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如果我是当事人哦，我自己跌倒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哦，处理波浪，我要怎么样自救？或者是我们看到长辈跌倒，我们又该怎么办？那一般跌倒起来啊，我们有分类，长辈啊他自己好，靠地形地物起来，以及啊，就我们啊，如何帮长辈轻松起来？这个如果用错方法，可能会再跌倒，好。甚至啊，照顾者跟他一起跌倒，或是根本就怎么出力都是站不起来。所以今天啊，我要教2个方法，不仅啊你自救，还可以救人。如果是自己跌倒的话，该怎么办？而且第一时间也不能很慌乱的想要自己站起来，对不对？一般呢，我们如果自己跌倒，那当然自己知道自己意识是清楚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看是不是有地方特别痛啊？那一般检查就是你的手啊、脚啊。整个都动一动，稍微动一下，就觉得好像都还好，还 OK，那就可以开始做自救的动作喽。好，来，那主任你帮我们示范一下，如果说真的是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做才是安全的？好像现在这样跌倒了，稍微自己检查一下脚跟手，好，首先是 OK 的，就躺着最舒服嘛，然后呢，脚动一动，没有很痛啊，手也动一动，是，这个是在没有家人在的情况之下。对，接着呢，我们不是说就一步就要起来而是慢慢的，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先侧身，好，往家里头椅子比较稳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开始爬起来，爬起来，这样是不是变高很多了？对。然后等一下还要再高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必须要有一个帮忙的东西，那就是一个高起来的平台，那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比较稳的椅子，是，那我们就往那边爬过去。OK， 好，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选稳的椅子，不然你待会一按它，可能又整个人又跌倒了。那到了椅子以后啊，终于我们可以手啊扶上去，是，身体又变更高喽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手再支撑，再把身体撑高，撑更挺一点。感觉快要成功了。重点来了，是，好，如果2只脚有一边比较有力量，那就用比较有力量的那只脚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是左脚比较有力量，我就把左脚往前，变得像弓箭步一样。然后呢，准备要一鼓作气了，就是2只手，跟这只脚。还有后面的脚做辅助，就把自己再撑站起来。是，撑站起来。那如果刚好有椅子可以坐，也可以转身，就坐上去，或是如果可以自己再站起来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这是最安全的方法，让自己侧身，然后慢慢爬到安全的椅子那里。其实最好是如果家里头沙发的话，它比较大，然后你翻上去也方便。过程当中都不要急，因为跟我们血压变化有关。慢慢的你觉得你 OK 了，再下一步。然后坐在这里之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赶快打电话叫家人了。因为跌倒不要轻忽，有的时候可能撞到头啦等等的，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的检查。那如果别人跌倒啊，也有其他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怎么帮长辈整个站起来，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他有没有明显的受伤。不是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阿公你拔豆都被他扭起来，不行，要先观察。是，我们就可以问阿公说阿公有安怎不？好，那就表示他意识清楚。判断意识。是，有都会痛不？还好。
好，那当然也许还好，还真的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所以我们还是要一样，刚刚一样，手脚啊，我们帮他动一动动还是他自己对，动？自己动，最好是自己动，丢，啊，手安尼叮当，啊，脚嘛是同款，对，你卡哦，揪起来，快买。哦，啊，伸好直，哦，好，确定都没有问题。安怎会听不？啊，不会啦，哦，那这样表示刚刚跌倒并没有受伤。嗯，然后呢，再来我们就是一样，让阿公啊坐起来，我们给他说，阿公你脚弯起来，然后，哦，冷卡拢弯起来。丢啊，用一柄，啊丢，哎，有点像我们上次教的那个翻身的。哎丢，哦丢，阿公坐起来啦，丢，手就支撑，从侧面起来。是。所以这样子的跌倒者，就是那种平常有在走路，他的四肢是 OK 状况的那一种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个策略啊，当然是长辈平常就可以站、可以走的，这个策略才有办法。如果是真的都全瘫、卧床的，那当然没有办法的。OK， 所以当他坐起来之后，你要怎么样让他站起来？首先啊，我们当然要协助他，那我们会在后面，然后尽量靠近长辈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要扶持上半身，有一个方法就叫做四手交扣，就是我们让长辈啊环抱胸前，手在胸前，然后我们从腋下穿过去，好，抓住他的两手哦，所以手是完全包住长辈的两只手的，是。然后呢，我们让长辈的脚啊尽量弯起来，尽量另外弯起来，哎对，那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往上提呀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要往前推，长辈啊像一颗球一样，是，他就会滚起来。哇，所以先让他的屁股离开地面就对了。对，有点像蹲着那样子。对，那这个时候啊，长辈是不是所有的体重都会压在他的脚掌上？没错，就会诱发我们说的正支子反射，脚就会用力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往前一点，长辈就顺势就会想要站起来了。好，主任，你这个再做一次给我们看，包括你那个另一只脚跪着，一只脚跨的那个步伐。是，好，我们先四手交扣，对，然后请长辈脚弯曲，对，脚往里面收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不是往上拉，是往对，是往前滚，然后顺势继续往前，长辈就站起来了。OK。所以这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当然，让长辈站起来之后，然后再询问一下他有没有哪里特别不舒服，真的有需要的话，还是送到医院去检查等等的。尤其有一些头晕的状况啦，如果真的要呕吐的话啊，那一定是撞到脑部了。非常谢谢主任教大家这些方法，还是一样要练习。那希望不要用到，但有万一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。如果您知道生活中的大小事，问凯云就知道。今天谢谢阿公，演出阿公的好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另外很重要哦，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，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。